葡萄乾搭配生薑，作用可真厲害。農村老人留下來的傳統土方法，解決了很多人的大困擾。做法簡單、省錢又實用，但是好多人不知道這種搭配方法，那麼趕緊跟着視頻來了解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鵬鵬，這裡準備一把葡萄乾，大約30克左右。如果第一次使用，不要太多。當然，用之前要洗一洗。洗葡萄乾可以加入一點麵粉，然後加入一點點食鹽，這樣才能把葡萄乾洗得乾乾淨淨。然後再加入少量的水，開始用你发财的手來淘洗。之所以加入食鹽和麵粉，是因為葡萄乾在成長、採摘、晾曬、製作過程中都並未經過任何處理，而且它晾曬乾以後，表面有很多的褶皺，容易藏納許多灰塵，直接用清水是難以洗乾淨的。而麵粉它具有非常強的吸附作用，食鹽也具有一定的殺毒消菌作用，所以建議使用葡萄乾之前用這種方法來清洗。無論再有營養價值的食材，如果清洗不乾淨，那麼也功虧一簣了。差不多這樣即可，然後我們把它倒入漏勺中，給它過濾出來。用手稍許扒拉一下，讓葡萄乾不要疊加在一起，因為我們還得再用水給它沖一沖，進行2次清洗。可以看見，通過我們沖洗過後，盆子裡面的水是不是非常的髒呢？現在葡萄乾已經洗乾淨了，我們放一個小碗，然後將漏勺放在上面，把葡萄乾上面的水分讓它過濾掉。利用這時間準備一塊生薑，用之前先把生薑表面的多餘泥土給它洗掉。生薑它又非常的不規則，有很多的縫隙，直接用手是難以洗乾淨的，因此可以用一個牙刷來刷，這樣縫隙當中的泥土就能刷得乾乾淨淨。眾所周知，生薑它不僅僅只是調味品那麼簡單，也具有一定的藥用價值。因為生薑當中含有特別豐富的薑辣素、薑黃素等多種物質。我相信平時有很多朋友都用生薑來煮過薑湯喝吧？沒錯，這就是利用了生薑它的藥用價值。也有朋友喜歡用生薑來蘸白湯吃，當然這也是一種非常不錯的吃法。所以我們家中一定要常備生薑，因為它在我們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喲。直到全部刷乾淨，然後我們再用1勺水把刷出來的泥土給它沖一沖就可以了。這樣就得到了一塊非常乾淨的生薑。接下來我們開始切生薑，把生薑給它切成薄薄的生薑片，也不需要太多。葡萄乾和生薑的比例大約在4:1或者3:1，具體情況根據個人的需求而定。喜歡吃生薑的就可以3:1，反之不喜歡吃生薑的就可以4:1，直到把生薑全部切成片。切好以後，把生薑放入密封罐之中，再把過濾好水分的葡萄乾也放入密封罐中。如果沒有密封罐的朋友，也可以用一個碗來代替，然後往裡面倒白醋，而白醋的量可多可少，但是最少也需要把生薑和葡萄乾泡在2公分左右，差不多這個樣子就可以了。最後稍微用筷子攪一攪，讓葡萄乾和生薑
泡得更加均勻，更加容易吸收到醋汁。差不多这樣就已經可以，我們只需要將密封罐給它蓋起來，然後給它泡2到3天時間，建議放在冰箱裡面冷藏哦。泡好了以後，我們來看一看泡制後的效果吧。打開罐子，別說蓋了幾天還挺緊的，一瞬間你會聞到一股濃郁的醋味、生薑味和葡萄乾的香味。我們盛出來看一看，可以發現葡萄乾經過泡制已經發脹了，說明當中已經吸收到了足夠的醋汁。而這樣泡出來的生薑和葡萄乾要怎麼吃呢？其實非常的簡單，我們只需要每天吃早飯的時候盛出一勺，然後放入盤中或者碗中，再加一點點白醋，可以用它來搭配早上的麵條或者饅頭、包子等來吃。當然了，你也可以選擇直接這樣盛出來吃，都是可以的。而有的朋友就會問了，葡萄乾也是酸的，而生薑是辣的，白醋也是酸的，這樣吃起來口感會不會特別的怪，特別的讓人難以接受？那麼你就問對了，我們還有下一種吃法，我們盛出一勺，然後我們再用水來冲泡，這裡用溫開水就可以了。當然了，你也可以加入一點點糖來中和口感，最後我們給它攪拌均勻就可以喝了。家人們不要小看這種做法，雖然說食材都非常的簡單，製作方法也非常的簡單，可是作用卻一點都不簡單。這可是村裡老人的傳統土方法，堅持這樣吃一段時間過後，你會有大大的驚喜和發現哦。那麼看到這裡，你知道醋泡生薑、葡萄乾有什麼作用嗎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分享出來，希望能夠幫助到更多的朋友們。看完你也趕緊試試這個方法吧。好了，本期視頻就分享到這裡了，點關注不迷路，我是鵬鵬，我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，拜拜。